open relationship。你说我跟他，你是不是外面听说我的什么事情？心虚啥？乔姐，你心虚啥？我只有一个愿望，死了别跟他站在一起。嘴巴上不敢讲，不好意思讲，其实自己心里面想的要死。他们根本就不进入婚姻。我反对。什么叫无条件？你现在对我好哈，我是觉得有条件。对自己老公也好，老婆也好，是瞒着骗着，然后编各种故事出去鬼混。你所有的作，我告诉你，生活都会打包还的。应该是去 pharmacy 生什么病买什么药，那不就是 open relationship 吗？我讲的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嘛，是因为你认为它必须是1对1的。那过去3妻4妾的好，但是我内心又有一点小痒痒，我又想出去，你就告诉他去吧。分享给我们花田去世的网友们，不埋怨，又发福音，不埋怨，学到了很多新的思想，就是打开了。open relationship，我觉得你应该把这个权利留给你的所爱的那个人。谢谢阿婆。OK， 我们干个杯吧。好嘞。我现在菠萝好吃啊，菠萝很少。这酒好，这个酒好喝，有点像香槟。对了，梅子酒。我们先从荤的开始，先从素的开始。荤的开始。哟，来了。昨天熬猪油了。先要敬乔爷一口啊，敬乔爷一口，因为我要问乔爷一个问题。哎呀，跟我多大就有多大。那大口的。大口的，酒后才能吐真言。乔爷，我问你个问题啊，你知不知道什么是 open relationship？ 你说我跟他，一个现象，你的理解对？你有没有听说过？开放性朋友关系也行啊。总之是开放式关系，它的正确的中文的解释是开放式关系。其实应该用在婚姻上吧，因为朋友本来就是两性关系可能更多。啊，你愿意用在同性上也行。就是婚姻关系。总之，我个人会觉得是超越了朋友关系以上的那一种关系，你把它 open 化了。我没有 open。你是不是外面听说我的什么事情？心虚啥？乔姐，你心虚啥？我就装的听不懂。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这个现象很普遍。而且很多人在现在越来越认同，但是嘴巴上不敢讲，不好意思讲，其实自己心里面想的要死。就希望是这样。乔爷，你认为咱们就站在一个，就是我今天就是在问一个长辈吧。这种现象，我觉得现在确实，从我现在听到的一些消息也好，或者是社会的一些新闻也好，我想这个现象可能应该是存在的，只是我自己没有这个经历，而且我自己人来说，我自己确实还没有 open，我个人不会很支持。肯定是有你看不惯他的点嘛。我自己认为两性之间的关系，那应该跟我这个年代的年龄呢也有一定关系，特别像婚姻关系，进入到婚姻关系以后，是一种非常。我个人觉得是比较严肃的一种关系，因为我会觉得两性之间结为婚姻关系以后，它是一种非常要 trusted、reliable 的一种关系。如果 open 了以后，其实这种 reliable loyalty 肯定谈不上多少这么高度。对，也许我这个思想老旧啊，比如说我是觉得我跟我妻子之间是非常彼此信赖的。互相可以依靠的这种关系，真正叫做背靠背，我们可以顶着影响这个世界、影响这个社会。
如果这种关系脱掉以后，我觉得这种关系就很松散了。其实跟你一个人打拼也没有什么区别。他的基础就是认为，其实婚姻就是互相支撑嘛，就是两个人。我就觉得最 close 的 relation， 其实包括你跟你父母之间，除了血缘关系以外，还没有这么紧密的依赖，依存度这么高。你说说你的感觉。我首先我是肯定不反对的，我不反对。但你说我自己应该不会 enjoy 这种关系。不反对的点是什么？你先说一下。每个人都不一样，因为他不可能是，就说你的想法，就去左右别人的想法，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所以存在即合理。既然它是有存在的，就说明这个是整个环境中，这就是一个有至少是一个群体，是希望。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其实他是理解的，就他是理解的。我是理解，我甚至于可以。他是不理解的。对，我们只说这一件事情的这个现象，然后现象背后一定有它的逻辑性在里面的。我觉得你刚才已经逼我说出我的理解了，就是逼你说出最保守的那个说法，总有人扮演那个保守派吧。我是这么想哈，就不管什么样的一种婚姻状态，比如说像我们婚姻制度啊，或者什么，它必然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它必然为什么会形成要有一个婚姻制度？它就是一定在这种关系需要保护，对吧？那到现在为什么又发展成不要就是开放的？那是因为那种制度里面，保护的制度里面，它有很多很多弊病出现了。那么大家又寻找一个新的方式，这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那所以我是介于他们俩中间，我没有不理解，其实我完全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关系。我觉得它这个是一个发展，但是不是说哪个对哪个好，没有这样子的。为什么？我能不能补充一句，再插一句啊？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两性关系中不同阶段。我觉得你比如婚姻之前，是在谈恋爱，这本身应该从理论上它就是一个 open relation，因为这个还没结成紧密的这个夫妻关系，这个就是一种 open 的关系，如果说你真的进入到婚姻以后，我觉得应该这个 relation 叫 close 了。一样，就是说，其实我们刚才也有说的，其实是婚姻之后，他们根本就不进入婚姻。我反对，他就不，你看啊，我有婚姻的时候，如果我站在一个弱者，就是我一个女性以及小孩儿童这个角度，我需要保护，那他这个制度就有存在的必要性。就婚姻制度保障大家的起码的利益，对利益，你有一些，尤其是弱者的利益，对吧？你如果当你不够强的时候，所以你很 care 这个东西，那这个时候，你看啊，你失去的是什么？就这种保护意味着你失去的就是那种自由，这样一个制度给你保障下的一种家庭关系，而且你失去的是一种你并没有把握他是不是真心的，因为这个制度规范了他必须这么做，是吧？这是一个他的毛病。但是进入开放以后，他也同样，就你刚才讲的，是背靠背我都可以信赖，就那种信赖。那这种放开以后，他有他的很多自由的东西，真的不要为什么房子、票子、车子，他真不要考虑这些东西，而且也没有说我以后离婚了要怎么分割，哎呀，想了那么多东西，七七八八的关系，但是他也会失去一些东西，他失去的就是那种我心里啊没地方安放，我不确定，也很多不确定性，所以他这个是两个平衡，看你要什么。就你很强的时候，往往你会希望那 open 多好。当你很弱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希望，有一个制度保障。跟这两个人更适合，我觉得更重要。对，这个两个人如果他们 open 的关系，其实不一定是坏的。对，举个例子，如果这两个人本来他们是一种制度的结合，然后彼此会有一种感觉，
就对方会觉得你对我好是应该的，你对我怎么样都是应该的。对，因为制度规范了。对，因为制度规范了这件事，他不会有任何的感恩的心。对。然后彼此都是这种状况，他会走向一个负面的状态。但是 open 的情况下呢，他其实更多的是一种自发的内心，我觉得我想要对你好。然后另一方会感受到，他是真的会去感受这件事，因为他不是因为制度去约束他。而是他觉得，哎，我真正的感受到了你对我的好，所以这个时候的 open 并不表示他一定要去跟别人怎么样，对 ，open 只是让他的就说两方的心更释放，对，更加纯，我觉得更加纯。哎，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补充一下花花的这个，我跟花花之前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啊。我假设一件事情，我只假设哈，好吧，规则是人制定的。对不对？我假设在婚姻制度里面，我们可能是一个需要，就像我们在婚礼现场啊，需要读那个誓词一样啊。好，那就是有誓词，就是等于像一个 policy，一个 routine，OK？好，但是假设说我们人类往这一个 policy 里面加一条，就是你们两个人如果要结合的话，必须要认同，或者是说允许一个未来可能的 open relationship 的存在，开放关系的存在。如果把这一条也加到婚姻制度里面的话，这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现象。假设一件事情，来，乔爷，我知道乔爷现在脑子里面开始想生气了，要教训一下佑。好，啥时候的事？我感觉到了你的杀气。好，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因为当我开始听到那么多的人开始讲 open relationship 的时候，越来越多。而我印象当中，我这一辈子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我当时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字儿，脏。但是这已经那么多年过去了，然后我们开始对这件事情开始深度解读的话，时候我突然脑补了刚刚我的那个假设说我们把 open relationship 放进结婚条款里面，大家在互相读誓词的时候，同时都承认或者是说能够接受未来是有可能发展到 open relationship 那一个，好，互相都不要 surprise 对方，就不要给对方什么惊喜啊。好，那就变成什么？你自己，你还保持着你自己，我也保持着我自己，我们永远不会把自己100%的去托付给对方的情况下，就可以免除现在很多很多婚姻里面发生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人就是我的了嘛。我无条件的得到了你的全部，当然我也可以告诉你说，其实我也是无条件的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你了，剩下什么都不用干了，我也不需要讨好你，我也不需要有什么仪式感，我也不需要给你什么情绪价值，反正我们财产可能都混在一块儿啊，爱用用，不爱用不用，有的用就用，没得用就不要用，但是呢，你想让我再为你多付出些什么，或者为你多做一些什么，哪怕是牺牲也好，哪怕是刻意的一些仪式感也好，不需要啦，反正你是我的人，我100%。但是当你有一个小警钟在那一边，老公觉得，哎呀，我这个情绪价值没办法从我老婆那边得到，就被允许是可以在别的地方，如果遇得到的话，有缘分的话，去得到我想要的情绪价值。比如说老婆过生日、情人节的时候吧，没有收到该收的礼物也好，该收的祝福也好，该对方表达的爱也好，我可以不用从我老公那儿得到，我可以在别的地方得到。好，虽然大家都可以这么想，但是其实交换过来之后，互相是对方的一个警钟。你想珍惜这段婚姻吗？你是不是觉得这段婚姻很难得？好，那是不是你得扮演好你的那个角色应该扮演的东西？因为它并不是100%你十拿九稳的东西。我会觉得说，如果当大家这个条款列在婚姻关系里面之后，这反而让我觉得很健康，让你觉得幸福，你的幸福，你所拥有的东西，它不是平白无故，你不需要再付出就能够理所应当得到的那个东西部分。我在想，其实这个跟这个东西跟婚姻制度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就比如说，就像这样子，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
你即使有婚姻制度，它一样存在。我再去别的地方找情绪价值，它只要他有出口的，你可以离他有出口婚的。它没有，其实法定不了这么细的，就你出去你就完了我们只。假设如果哎，有这个对，条款是吧？哈实际上，它这个的实质就还是你如何对待你的爱情。我就是不管是开放式的，还是封闭式的，还是有规范的，其实大家唯一的一个希望就是婚姻能够美满，大家各自能够得到自己的所有的认为我要的那种情绪的东西，对吧？我有价值，就这个婚姻是有价值，就不管是关起来的也好，还是 open 的也好。所以你看啊，只是说关起来，就刚刚像讲的，我特别同意，就是你会觉得，你看我们规定了，咔盖了章了，对吧？你不能怎样，你不能，你要跟我分开，你就得分给我多少多少东西，因为他会有损失，对吧？那所以你被迫，你就得乖乖的，对，按照这个规范。这有点像电信诈骗，但是上钩了对吧？对，但是你看阿公会这样子形容，你说这一种所谓的上钩了，是你是因为制度的限制、法律的限制，你这个戳盖了之后，你一旦毁约，你的损失很大，对代价很大这个的情况下，哎，你没有觉得这一种感觉是其反实也是人性的，不好的嘛，是反也是人性的。不好的嘛，对吧？那么还有一种，你说是开放的，那开放的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一旦我付出真心，那就是其实你会觉得背后没有，因为你看它等于无条件的，也是无条件对我好啊。什么叫无条件？你现在对我好哈，我是觉得有条件。对吧？是因为被约束了，比如说是这样，就有可能嘛。其实这个很正常，就像你去上班是为了要领到工资嘛，你也是有条件的。对，但是你如果说真的有，因为我见过哈，我见过，就是他们30年了，哎，在西方人啊，不是我们中方人30年不，他就没有扯那个证啊。他就孩子什么都一切跟你那个正常的。华人这边我有认识，也有认识，一切正常的。那你看，他还更真心哦，他更相信。没错，往往这种是没错是吧？没错。但是我觉得从这个概念的话，这种叫 common laws 在这里是没错，但这并不等于叫做 open relationship。common laws 也不等于就是 open relationship。所以也还是有约束的。有约束的。也还是有代价的。它是类似于婚姻的，是的，虽然没扯证，是对，是因为这里的法律保护还是有保护。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把那个思路再打开一点。为什么我最近一段时间开始关心这个话题哈？我在网上刷到了一个短视频，是一对在大陆的小夫妻，挺年轻的，会说他的就是夫妻两个人的生活，就是你去这儿玩，我去那儿玩，哎，他们俩经常是分开玩。然后呢，有一天有一集，他们就聊到，就是说，其实我们两个人之间是 open relationship 的关系，是开放式婚姻的关系。那很多的网友就会问了，就是你们怎么开放法啊？就特别想八卦人家的事情。他说我们是非常牢固的婚姻关系，我们依然爱彼此，依然一定要为彼此负责任，为整个家庭负责任。我们绝对不会逃避家庭的责任，是因为最初的时候，当他们觉得他们的婚姻好像不是心里所想象的，那个时候，这一对夫妻年轻人啊，就深谈了他们的底层的想法。他们当时就为对方制定了一些规则，为这个家庭制定了一些规则。他当场就把他们当时的规则读出来了，就是说你可以出去玩，我可以不问你去哪里玩，跟谁一起玩，你的手机我永远不会看，你的社交圈我可以永远不介入，除非你想让我介入。好，那至于你出去是跟别的女人约会啊，跟别的女人吃饭啊，甚至跟别的女人睡觉，我不管。但是有一个规定，你当天晚上必须回来睡觉，不能过夜。好，你不管跟外面的人，朋友也好，普通朋友也好，玩得特别嗨，打游戏、打篮球啊，还是说谈恋爱去了，你不能够影响我们的 family time。比如说我们周末啊，会一起出去逛个街或者买个菜啊，不能影响这个时间。逢年过节、纪念日不能错过。类似于这样。好，那他们俩之间就达成了一个协议。
而这么多年以来，他们相安无事，保持了一个外人或者是说正常的，就是很紧密的一个夫妻关系。我当时看，我觉得，这事情好像听上去并不是说完全像我原来的想法那样，就是一个字脏嘛，对不对？它好像不是我想象当中那种脏。它其实我觉得是，享受了一部分婚姻带来的家庭的这种生活保障，然后呢，又保留了一定的单身时期的那种自由度，这种自由度。其实他这种 open relationship， 按照你讲的这个故事，我觉得它更重要的是，不是讲你在外面还可以很 open 的 relationship， 我不认为这个是这个关系，而是说你可以有一定的自由度，在外面自由活动。对。而不是你在外面在跟异性在发生。也包括这个部分。它其实包括，虽然是包括有机会，有机会，不知道，但是呢，我想其实他们对双方的关系还是很严肃的，我认为还是很认真的。对他们的婚姻关系，我觉得是很。你可以享受这个自由，你可以享受这，但是自由过了头，你不要过线，你自己过线，其实这个婚姻不可能存在的。会有伤害。就是你得到的未来回到这个家庭那种回馈可能会有伤害，而且我觉得不只是伤害，一旦真的知道你利用的这个自由去发展另外一段关系，这个婚姻自然就会崩解掉。那就崩解掉，所以它不存在，存下来，所以它不存在，它就不。但是乔爷，你说有大把表面上还要做的特别特别好的，然后对自己老公也好老婆也好是瞒着骗着，然后编各种故事出去鬼混，还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达成一种协议？我觉得两个都不好。这有什么区别？所以他刚才又讲的这个脏字哈，我觉得它不是在哪种制度，它都存在。都存在。有的婚内就有制度，它一样。对，有制度它也存在。我觉得它是给你保留一定单身时候的行动自由，而不是说两性之间关系真的就自由。我不认为，你既然是保持这么样一种关系，健康不了。哪怕是说我就是出去跟朋友打个篮球打个游戏哈，然后女生说我就是出去闺蜜逛个街吃个饭，那你怎么知道是男闺蜜还是女闺蜜啊，对不对？而且你看我跟花花这个闺蜜情关系，我觉得99%的人是完全理解不了的，到现在还有人觉得我们俩肯定怎么样，对不对？所以就是说那只是说少数人，就比如说有一个，我再拓宽一下思路。好，我听到过一个说法，而且这个说法很权威，是几个很有名的人在一块讨论的时候说到的这个话题。说你的另外一半啊，咱们不管是男是女哈，这另外一半，你的另外一半，他应该是治愈你的那个药，但是现在的我们认为应该是就是1对1的这个关系的制度下，不管有没有婚姻啊，你对这个药的要求也太高了，这个药得包治百病才行啊，对不对？你比如说男生，咱们老说这男人是死是少年，对不对？好，他要希望自己的女人哈，又是个小女人，你该小女人的时候你要小女人。该示弱的时候要示弱，该来为我撑腰为我独当一面的时候，你得能让我撑得住，好，然后当我那个是少年的那一面要表现出来，你还得像我妈，对不对？你还得像我妹，母爱爆发对对对，那就变成说你想要的那一味药是一味包治百病的药，但可能吗？他又要就是饭可能要做得好吃，像这样，然后呢又要就是勤俭持家，不能太浪费，还得要给我情绪价值，对吧？懂我，你还得懂我，你还得要相夫了，还得教子，是不是？我怎么对这位要求也太高了？不可能嘛，这没错，那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去 pharmacy 生什么病买什么药，那不就是 open relationship 吗？买什么药也有副作用的。
是药三分毒，是药都三分毒。哎，这真是就叫是药三分毒。对呀，你哪有这么完美的药？你这个那我能不能说婚姻关系也是一味药呢？它本身也是毒啊。嘛，就是毒嘛。我跟你讲不是，人类社会里面，包括个人，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没有完美2个字。你说你到药房去拿个药来治某个病，它有副作用，它也不是完美的。要么就是刚刚我们讲的，我们就一个人待着吧，单身啊，狗，你说呀，大家都要去说脱狗脱单，是吧？单身又不满足。现在脱单的欲望不是那么强烈了，其实。对，其实他这个是你看啊，为什么早期的那种就很古代，那是不一样的，那他完全是男的主导，就比如说。男的在也有女的主导的事情。最早是母系社会。我还没讲的那么浅，对吧？总之有一方主导。我是记得当时一个什么说婚姻最早的一个开始是，当时是因为搞不清到底这个孩子是谁的，所以就变成男性来规定了这件事情，就是说我跟你发生了，那么我不希望你跟别人发生，因为之后我没有义务来管这个小孩到底是谁。当然，因为以前是没有这个 DNA 这个测不出来的嘛。这个是他有这个责任的认定啊，他有个责任的认定。那你看，我们包括现代哈，我们中国也有少数民族是走婚的，那母系社会。母系社会嘛，母系社会那就是谁家的闺女生的孩子就是谁家的。对，是认妈不认爸，孩子姓妈的姓。对，认妈不认爸，反正肯定是妈生的。妈肯定不会。然后那家里的男人这个角色怎么办呢？哎，那还有兄弟姐妹嘛，就兄弟嘛，舅舅嘛，管他是大舅舅、小舅舅，对不对？反正就是妈妈的兄弟来负责帮这个孩子的妈妈来一起来抚养。总之，他要想出一个办法让这个关系稳定，对，不管什么关系，是的，他要一种总能稳定得了的，他总能稳定得了。我觉得。还有就是说，你现在女性也开始更独立了，对。那么有的时候她不需要这个婚姻制度来保护她，对吧？你不行，你走我也走，对。你不行，咱就一拍两散。就是关系变成一种职位，对。这个职位你是不是胜任？你胜任，你就在这个位置上待着。对，你不胜任，你比如说咱们公司啊，就是往前发展的时候，你这一个职位的员工没有与时俱进的情况下，你只能下岗。公司解散。公司不可能解散，公司还有很多别的，对吧？细枝末节的东西。还被特斯拉并购，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那就变成说，你一旦比如说这个职位的人被解雇了也好啊，就是说你也可以自动离岗，对吧？自动离岗。那这个职位就空缺，这职位空缺，咱们可以开个招聘会哈，或者是，对吧？你可以找个猎头来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说这个其实是跟这个经济，生产力跟经济发展，跟这个社会发达程度有关系。比如说，你看啊，当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好，经济发展的特别好的时候，可能这种的关系就更多，就开放了，因为彼此都能生存。当你进入一个很艰难的阶段的时候，就比如说有时候现在通货膨胀啊什么，那可能真的是需要2个人一起搭伙过日子，搭伙了。就有没有这个？这句话是这样子来的。我现在懂了，阿婆。是吧？是要帮忙吗？我们现在经常会很瞧不起这句话，搭伙过日子变成一个负面的一个，就是其实不是一个负能量的一个表现。其实是一种你想想看是不是？但是它的出处是真的是为了要在艰难时期，你只能是就是利用搭伙过日子的这个方式把生活过下去。你看，就很简单。很多西方人在这之前，就我们来加拿大那一段时间，他们18岁真的孩子就出去了。但现在有的时候孩子困难的时候，现在很多没发现有的孩子都回到跟父母一起住了。跟父母搭伙过日子。因为道理是一样的嘛。其实是不是跟这个社会环境有关系？撑不起来了嘛，撑不起来。对呀，所以应该是社会发展了，大家女性独立了，大家都好过日子了，工作也好找了。哎呀，那我可能我不需要有一个人搭伙，因为搭伙就刚讲的是药三分毒嘛，你就得被他框住。就比如说我想出去一下，他就问你去哪里呀？你要不要回答？
这个婚姻本身可能已经名存实亡了，要爱没爱，对吧？要信没信，然后要关怀没关怀，要什么都没有，好。但是呢，又希望在别人面前，特别是自己家人长辈的面前，就保持还是一个稳定的一个婚姻关系。就是要最后那份体面。对，没错。我记得我在我特别小的时候，还能听到一句什么话呢？就是外面可以彩旗飘飘，家里红旗必须不能倒。这不也是一种吗？就是你以为家里红旗不知道你在外面有彩旗飘飘吗？我不管，我懒得管你。对吧？然后说不定我也彩旗飘飘，是不是？但是以前对，但是很早以前这种现象其实非常的普遍，就是阿婆你那个年代，甚至你的再上年代，都非常多。然后就是说大家都不说破，就像你曾经说过，领导的特别照顾的，还是一种荣耀，还是一种荣耀，对吧？你看我这彩旗，看我这一溜彩旗飘的可鲜艳了，是不是？但是你回到红旗身边的时候，咱们就可以黑不提白不提，我们该一起出席的场合一起出席好了，该一起在孩子面前表现什么，该一起孝顺父母，咱一起孝顺父母。好，我会觉得说，这反而让我觉得不健康。一旦有一天就是东窗事发，或者不要说东窗事发，到老了之后，互相能给对方一个好脸看吗？就是好多不是说一定不会说对。我只有一个愿望，死了别跟他葬在一起。这故事源头还是阿婆那儿出来的。因为这个怎么讲哈？不管这个制度是 close 的还是 open 的，它最后都体现在其实真心两个字。对，真心很重要。你所有的作，我告诉你，生活都会打包还给你。你不要以为你在关系当中哈，你可以这样，你也可以那样。你也可以负责任，也可以不负责任，就是没有婚姻关系嘛，我可以产生，一定会以某种形式打包还给你。我又来假设了啊，就像有时候我们要去做一个逻辑分析的时候，你必须要把条件1、2、3、4、5、6、7、8、9、10列出来。假设说我把其中的某一些它必要的条件我擦掉它，假设它不存在的情况下，你在一段非常稳定的、看似非常稳定的关系里面的时候，不管有没有婚姻啊，好，但是当你开始感觉到对方甚至是自己同时的开始不能够在这个状态里面很好的按照以前的方式过下去了。但是你说我对你没感情吗？可能很多年了在一起，你是我最亲的人，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不管我在外面认识什么朋友，不管什么类型的朋友，我永远不可能信任他超过信任你。对吧？好，而且我们互相之间是很笃定的一个关系。笃定的是什么？如果我今天出车祸了，我有时候会问我自己这个问题：如果我突然在马路上出车祸，我第一个会打电话给谁？我会向谁求救？我会问敲，他出的。那好，可能就是那一个你认为已经跟他过日子过得很乏味的烦，也没有说特别烦，就是说那个人在你无感的这个人，然后但是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是会第一个想到去向他求救的。我的意思就是到这个境界哈，到这个境界。那如果这个人来跟你提出说，我能不能有一些别的方面的自由，而你自己也非常认同他想要的那个方面是你无法提供给他的，你或者已经不愿意再向他提供这方面的资源，你的能量也好，怎么样也好，对吧？好，那他说我可不可以只是在这一个部分我寻求外界的帮助，寻求个外援的帮助，好，可能几个外援的帮助我不知道，好，但是我们要只是假设哈，假设，大家不要骂我哈。假设说这种我刚刚说的这种关系是成立的，我们彼此其实是有非常非常深的底层的链接的情况下，那是不是得要让你最在乎的那个人，咱们现在不能说是最爱的人了哈，就最在乎的那个人，他得到他所有想要的东西。他当然非常清楚，就是他出去吃的那个药一定是有副作用的，但他舒服了。我这个很容易解决。其实这种关系我觉得很高级。这不是高级，这不高级，这早就有了，早就有了。来，不是
我讲的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嘛，是因为你认为它必须是一对一的。那过去三妻四妾的时候不是一对一就脏了嘛？不脏啊，三妻四妾的时候。是的。我有一个亲戚远房的，我叫他姑爹，他是当地的地主，好，然后他的大老婆奇丑无比，我告诉你那种丑就是你可以用，就是类似你想象那个猪八戒那个样子，正宅的丑，就是那种奇丑无比，而且又胖，但是他超贤良，那么就像你刚才说的，她肯定老公对她无感，这是过去的那个婚姻嘛，就是已经说媒妁之言，对，一夫多妻。那好，她又找了一个漂亮的年轻的小老婆，好，那你看这个大老婆这时候会怎么想？如果以现代人，那要上房揭瓦了，要怎样？要肯定有很多那种宫斗戏就出来了，对吧？因为后面那个又很漂亮，因为我都见过，那个后面的不止漂亮，也很得体，绝对得她老公的欢心，肯定的。那好，这个大老婆她是怎么想的？很关键。她认为这就是应该啊！你看我给不了她这么多，那她找了一个。他可以带出去很体面，那你看这个大老婆，但是她就是正宅，所有的人很好玩，非常有意思，就是乡村里流传的说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果他敢休掉这大老婆，他一切运气就没有了，就是他们家的所有的运气是他大老婆带来的，所以他对他大老婆特别好，什么事情就是一定有他的位置，就比如说家里。大事喜事什么我们要去亲近，他大老婆一定是大的位置，什么都会留给他，他相安无事啊。小老婆会替他打理外面的很多事情，你看看，我当时是到后面就一直不理解，因为在文革的时候，你居然本来像这样是要被批斗的，他们家相安无事，因为村民都相信说不能动这个大老婆，你知道吗？就不能泼这个局，不能泼这个局，所以没人去动他们家。按理说是地主哦，没人动他们家，所以因为我奶奶跟他们经常来往，我们她带着我去看，她是大老婆坐这边，小老婆就哇相安无事，然后就都很得体。那你看我是不是说早就有了？是的，不是现在才有，只是说你的认知是的。或者说我们这代人，或者我们上一代人，其实是更多的受到了这个观念。但是你想一下历史，现代婚姻制度其实是现代婚姻制度，它一共也就100年。对，在这之前的很长很长的这些岁月里，其实是没有这个制度的。所以所谓一夫一妻，其实是一个现代的思想。但是这个现代思想，它也就近100年，所有的制度都会有。它的负面的东西，只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它的弊病在哪。其实我跟乔爷，我觉得我和乔爷想法上其实是一样的。我并不是喜欢 open relationship， 我不喜欢。我更像乔爷这种憧憬的是，就是等于对稳固的那种的。我和乔爷可能更多的不同是，我其实不喜欢这个制度，因为这个制度从我的角度来说，负面的大过正面的。生完孩子之后，你会就是女性从她的审视看男性，其实会变成这个男性就觉得好像摆烂，就彻底摆烂。男性的一个思维就是，你孩子都给我生了，你不可能有别的想法。那也不是所有的男的都是这样子。我知道，所以就是蛮多男的其实有，然后呢，因为那个时候就开始注重的是孩子了嘛，两方都会注重到孩子嘛，所以这个时候就说，男性也会觉得，我如果像以前这样，还是保持着很青春帅气怎么样，好像你也不 care。你懂我意思吧？你并不 care 这件事情了。以前你那时候你就是说
吸引的点啊是因为我可能打篮球好帅，我怎么样怎么样，对吧？然后我现在就是很有朝气也没有吸，然后这个时候的确是你说的是这个摆烂，他太太会有这种你现在照样打篮球，但自己就不帅了，为什么？家里碗不洗，你跑去打什么篮球？对，关注的点就完全不同了，对吧？对真的不同了，真的不同的时候，像说的这个我也同意，但是呢，其实不只是男人，男人跟女人其实都在变化。是的，钱钟书在那个《围城》他就讲了，你现在你再喜欢一个人，不管你男人喜欢女人还是女人喜欢一个男人，结了婚以后，这个人再也不是那个人了。就是说他其实包括心态的、角色的、环境的各种因素转变完以后，你的感觉就不一样。就不一样啊。从物理角度来讲，人其实还是那个人，但是你看的角度和点还反光点都不一样。那如果这么说的话，那实际上也就是说，当年这个婚姻制度存在的必要了，因为你都在变嘛，那不是要给你保护人性其实需要一定的约束，其实我觉得啊，都是不是绝对的。你假设就把我刚刚说那一条加进去，那就不一样了。你非得到立法机构去闹是要吗？加进去。他讲的，他仍然对不对你还是那个婚姻制度嘛，其实没错，你还就是那个婚姻制度折中嘛。但是我们都在这个婚姻制度里面给自己谋取了一份自由但实际上的权利他没有实操性。然后摆烂，摆，你摆，我看你得多烂。我跟你讲，然后有的是不烂的，在外面，对吧？然后那好，我也可以摆烂，但是我摆的时候，我丧失的是什么？我在摆烂的过程中，我丧失的是我自己的价值。那我就我的那个含金量就会降低，所以都是在督促自己更好保持最好的状态。我觉得这是个很好，所以这条强烈要求加进去。我是站在一个就是说，就我们说棒棒糖效应，就是说你如果其实人都喜欢被听到鼓励的话，听到就是对方对他的赞许，这个制度让他觉得，就说好像我做这些事都是应该之后，就会变成没有一个这个效应。就是说今天我主动去洗了个碗，他那对方觉得这就是你应该做的，说不出口。不，其实像他其实跟这个东西它是如何相处的问题，它跟制度没关系。你就是 open 的，它也有一些人，他们互相之间很多话，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下，都是说得出口的。对，你看阿婆跟乔岩，有很多的，是的。咋了？我们两个又咋了呢？没，你这你的常态，保持什么当没发生过，当我又被他看出什么？没事。那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讲，你别说是结婚前，他可能刚刚谈恋爱的时候，他都是说不出口的。而在那个时候，你可能想的不是说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情绪，这个人为什么表达能力那么差，你不是这么想，哇，真的这个好斯文哦，好高冷哦，然后就是那种又从另外一个意境，对，就是那种就是那个什么面瘫，你知道为什么？流行吗？那个你知道他这叫什么？大总啊。所以我很爱讲一句话，叫人家老爱说一句错误理解这句话，老说相由心生。那也就是说，因为你长很难看，所以你心里肯定不好看，所以你才会长很难看，对吧？不要指我，是不是？我长这么帅。但实际不是，相由心，你的相是由我的心里生。真的吗？就你刚刚说的是不是这样？就我为什么看情人眼里出西施？就你看你开头是很高冷，后面为什么变面瘫？对，相由心生。心里面对他。他哪怕你还是一个费翔坐在你面前，你觉得他也是个汤。是，所以为什么你把这个人看得很丑？那是你心里，是你自己变了，你自己心里没有不阳光。对，他是这样，所以你已经不再阳光，你已经很烦了，你有很多负面情绪在心里，你看谁都不顺眼。制度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其实我们最终希望的是，我们真正自己能由衷的。两个好好相处，不管什么制度，你觉得是有一个保障也好，不保障也好，你看有保障也好，不 open 也好，你看不保障，它也会，它有保障，它也照样涨，没错，对吧？保障，不保障，那不是一拍两散一样。你
我们只是说好了，我们可以不保障，你是不是能接受？但是是不是真的能够在心底里面真正的去保障自己和对方，这还是要看现实发展的整个过程流程来的。但是从一开始，如果从一开始你就被一个固定的一个制度故意把自己给框进去，这个是一个。是，不管从哪一面啊，都不是双刃剑那么简单啊。不管就是365度，它都是剑，是对吧？但我告诉你哈，你说制度把你框住，其实最根本的，它什么把你框住？真不是法律把你框住，是利益把你框住。开放式的一样，只要有利益，一样框住你。你信吗？那当然了，欲望一样框住。就比如说，我们说好了是可以分开的，对 ，OK。你可以出去去玩好，但是如果我是一个巨大的富婆，OK， 你看，我想起来，你可以去。你记得前2天我不是分享了一个搞笑的视频给你们吗？但是虽然是真的视频但是很搞笑，记得吗？就是有个前任，洋人，然后他抱了一个巨大的玩具，然后呢，就是他要去他前女友那儿求复合，然后摁门铃，摁他那个女友的门铃，是个男的开的，他说我找谁谁谁，然后男的说你找我老婆干嘛？他结婚了，然后他的人呢？她跟她男朋友约会去了。为什么她还有男朋友？她说你为什么可以允许她外面还有男朋友？那个男说因为她太漂亮了。行，这就是她的价值。对，你说就是 open 的哈。他只要有这个利益，没错，他依然是被框住的。你特别美，你特别有钱，你特别会给我情绪价值，然后你特别会。比如说做饭特好吃，然后拴住了我的胃。总之，我的未来跟你一定是有好处的。我在外面不管怎么样比较，没有人比得过你。对，好，但是我内心又有一点小痒痒，我又想出去。你就告诉他去吧。所以他这个时候就要权衡了。是拦也拦不住。比较，我告诉你，他不比较，他不知道是家花香还是野花香。但是他一比较一尝过以后，你会说他脏。这实际上是什么？他不一定真的要尝到嘴里的呀，我。最根本的还是利益，所以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什么？我觉得就是让我们彼此的关系，你的权重2个人要彼此平衡 balance，你这个要加一码，我也要加一码。就你长得帅，我至少贤惠，你不能你既不漂亮也不贤惠，对吧？就是意思说我2个砝码要加好，那不管有没有制度关系，它都是平衡。无论是制度也好，还是咱们就是说好很多的事情说好，哪怕是外人眼里看来的是脏的说好好，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沟通。沟通太重要了。你比如说你心里面对老婆不满意，谢谢，然后心里对老婆不满意然后整天一肚子里都在对自己老婆白眼，完了以后你可能自己在外面看了一圈只是用肉眼看，然后就拼命的去跟自己的老婆去做比较，你没有办法把这个心态去摆得很好，还不如回去跟老婆讲说，老婆，你有一个地方我真的实在是看不惯，你能不能为了我改变一下？老婆反过来也是可以这样跟老公讲的，对不对？是不是？我们哪怕是某些，比如说夫妻生活不协调，可以协调的嘛，对不对？然后比如说某些兴趣爱好，我们是可以就是怎么讲，就是融合一下，对不对？其实对，就你说的，我们把重点放在这个上面，我觉得更好。就像前天有一个朋友问我们，你们俩为什么不吵架？我说其实不是不吵架，只要是人，他都要在彼此争一个重要，就是你的认可，我的价值，是吧？但其实有一些点我是可以避免少吵架，也就是说分工。除了沟通，我觉得还是要分工。就是比如说像家居装饰，那我们分好，这都归我，好不好？你只能提建议，最后决定权在我。就我到底怎么装饰，所以他这项不管。那银行的事，什么外面开车什么大的事儿你管，我只能提建议，最后决定权是你，所以就不需要争了，分工。买菜洗衣服的事情归我管。就不要吵了嘛，因为分工了嘛，这个事情最后决定不下来的时候，因为分工了。分工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可能阿婆你们自己都没有发现，就是我跟你们这么熟，我才能够感觉得到。我们今天分享给我们花田去世的网友们，就是不埋怨，又发福利了。不埋怨。不埋怨这个事情，这个我跟你讲，10对夫妻9个半是做不到的。就是有些时候不是埋怨，嘴巴上能说出来已经是拍手啦，嘴巴上能埋怨，把你的埋怨从嘴里讲出来已经很好了。大部分你发现没有，就是白眼，摆脸色，然后就是摆脸色，白眼瞥他一眼，什么都不说。恶狠狠，恶狠狠的啊，就想上去，真的是心里已经掐死他10000遍了，就那种感觉。但是他们不讲，不沟通，不把自己心里的怨气说出来。其实就是还有一个，就你自己要自我要解脱嘛。就为什么你有的时候就不是说怎么讲，就很像我们这个168。对吧？就我们俩不吃晚餐，那他们很多人，哎呀，那你要有很坚强的毅力。我说不存在，因为是我们把生物钟调了，我到这时候不饿才对，对，是吧？你饿那就得抓挠腮。那你刚才说的不埋怨的道理也是一样的，你必须自己要能够解开这个结，你不解开，你有这个怨气，你只是憋着不埋怨，有一天爆发的更厉害，跟炸弹似的，那就。没有炸弹了，就结束了，这场你战争就结束了。对，它实际上是一个怎么想？就比如说有一天，那叫温鸭蛋，对，爆出来一切都不存在了。就比如说有一天，他买了一束花，奇丑无比，我笑死了，就那种通俗到不能再通俗的那种，那种又暗又红的那种。然后好，你那个时候是什么？如果你不去解开这个东西，你就会觉得，哎呀，我盼了这么好，你今天花了是怎么解开的？你买了这个花，那我肯定有怨气嘛，那怎么办？那人家又给你买花，你这时候埋怨也不是，不埋怨也不是，是吧？还是埋怨。没有，他这个花一放上去，然后我们就把它当着一个古董，就是哎，我们过去的这种，然后那个谁回来的时候，我说你们来拍一下，就我们过去对审美就这个样子，不做一个样板嘛，然后给他拍下来记下来。我觉得特好玩，你看，然后孩子也没见过这种搭配，就这么古的搭配，然后他就会觉得哦，好好玩，这个是某一种 style， 哎，对，他也搭配个古老的 style。我就告诉他，你记过我们过去有没有一个传单是那种那个传单是一个花，就有没有一个大花？对，有，我们到现在都留着。是不是我们当时觉得它土的简直不能再土了？对，什么粉蓝底、粉红底。好，你现在换一个时空，你来看。它是多时髦的一个事情，那个时候是要留着结婚用的。对，所以你当时看到这么土的一个花的时候，你突然间你去用这个思维，你回到那个过去的时空，就说你看这是一种审美，多好玩，就是把它当成一个笑谈，你就解开了，那你还有什么？但是这件事情是一定需要表扬乔爷的这一个举动。当你有这个念头。踩进花店，或者是踩进那个就卖花的这个区域，你已经赢得了老婆的芳心。我觉得我现在要做点慈善活动，不能老是用西兰花。你看多好看，多好看！都他主动，而且他我选不来啊。我要在那花店给他拍照片给他看，要哪一种问他。但他自己也慢慢提高了，你看他现在选的越来越好。对啊，好好看。我觉得这就是主动的积极性的差别呀。对啊。如果你反过来是当时的心情就是发泄，说怎么你买个花难得买还能买成这样，那么他不会有积极性，他其实之后就不会有积极性，然后更别说。主动的去自己去 update 自己的这些。对，你要看本身这个事情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开心事情就开心做，开心对待。你不能开心的事情你非得要那么严肃去对待它。你一严肃就错了。是的，你讲道理就错了，这时候别讲道理。那现在乔爷，你想通了没有？我的意思说，我们对吧？开导了你半天。乔爷，你想通了没有？我觉得乔爷是更加坚决了。I got that lesson。你说我真的学到了很多新的思想，就是打开了。不过我只是觉得世界的存在肯定有它的客观性，对吧？你看道理。不用强于自己的一种看法。去认为世界都是按照你这格子在走的，但是呢，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格子，你可以画自己的格子，
而我愿意怎么样去选择这段关系，我愿意怎么样来进行这段关系，对吧？但是我觉得我也没有资格，也不可能去框别人的行为方式，他的方式有他的思考，有他的选择，必要性，对，这都是可以尊重，但是我可以选择我自己的方式，舒服的方式，对。因为有的时候，如果我是觉得你只能告诉我，哎，这个方式好，对，那我其实不适合那个方式，那我要把自己给打死一遍，然后重新再认知。因为他有一些东西，他固有的认知也很难改变，很难改。说不定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open relationship， 它就适合其中的一部分对人的生活方式。对，然后你可能到了老了，还是跟你的那个 original 的那个伴侣在一起。对。但是我就在想象一个画面啊。就是到了老了，两个人可能都已经不太能说话、不太能表达的时候，心里面念的是对方当年对自己的宽容，懂自己的需求，然后让对方就是让这个 open relationship 不一定在这个 open relationship 的过程中真的发生些什么，真不一定。但是对方表达了对自己，就是说你觉得某些方面我是不是没有办法满足得了你？没问题，你可以去选择你想要的，我保持一个很 open 的一个态度，很有可能反过来对方是会在真的老了以后，然后来 appreciate 你当年对他的宽容。会的，就很像我们前2期有说过，就比如说有一个人一直对我们很好，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在意。但有一天，等我突然长大了，我意识到，原来他对我这么好。对。然后我真的很感激他，这么久我其实没给他更正面的回馈。对，林徽因其实她的老公对她就是一个 open relationship 的一个这样的关系，一直到林徽因都躺在床上，就是已经根本对，就是她都允许让她老婆的所谓的灵魂伴侣也好怎么样啊？对，就是其实来陪伴她老婆最后一程。其实那时候是林徽因，她其实是坦白告诉他，其实我又爱上另外一个人，对吧？我爱上另外一个人，所以我这里也多美啊！他们这个故事多美啊，感觉你没有一点脏的感觉。对，而且金岳霖做了他一辈子邻居连小孩都是跟金岳霖关系非常好。所以我这里想补充一句，其实还有就是。即使你要认可这种就 open relationship，我觉得你应该把这个权利留给你的所爱的那个人，留给对方。同意。这个作为 open relationship， 我这点跟乔叔。你如果喜欢这个人，尊重这个人，希望这个人好，他如果真的觉得跟你不舒服的话，你要放他一条路。我这里保留一个前提。必须是采用一种严肃的办法，而不是一种随意的办法。严肃的该结束的 relationship 你要结束。我应该要给你敞开这条路，让你去追求你认为是幸福和开心的事情。哇，我突然觉得你境界好高。不是这，其实你在那个梁思成跟林徽因的关系里面，梁思成的林徽因就是这么一个。对，就这个关系。从我浅薄的认知里面，我会感觉是什么？也就是像林徽因这种女人，她配拥有这样的男人来对她。对，她是有她的执念在里面的，她可能会放弃很多别的，可能看似条件更好的那些关系，那些归宿哈，然后来选择让她觉得最懂她的人，最知道她的美，她的优点在哪里，最会懂得去珍惜她的人，做好自己。对，其实是。最终就是这样。对，好，好，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话题，看似很脏的话题，修炼自己，是的。就是你如果把这个机会open 的机会留给自己这个是不合适，也是自私的。你可以克服自己的不适，克服自己的不愿意，但是你要让对方他觉得跟你在一起很憋屈的话，你这么做就是自私了。你也要拴住人家。花花，乔爷说这句话值得你跟乔爷碰个杯，我告诉你。为什么？以我对花花的了解，花花现在估计也是碍于对乔爷的尊重，不然的话他估计得要上去搂着对，搂着乔爷亲2口。